对，我来参加护龙军选拔，本就是为了进入血鹰卫的，那里才是强者真正应该待的地方。而无比安逸，仅仅只负责皇城内外之外的护龙卫，那是为弱者准备的。血鹰卫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吧？当然，不过我已经闯过了血鹰卫设立的冰塔考验，且自身身份也没什么问题，进入血鹰卫绝不会有任何问题。哦，雪峰，你的实力并不比我弱，我可以闯过血鹰卫设立的考验，你应当也可以。难道你不打算去试试吗？你说的考验是你刚刚所说的冰塔吧？对，冰塔一共有11层，只需闯过第9层，便已经具备进入血鹰卫的要求。你若是想去试试，我可以带你去。若是有机会进入血鹰卫，我自然会全力去争取的。那冰塔也的确是应该去试试。修罗，那就麻烦你引路了。跟我走吧。这便是冰塔了。这冰塔内的考验非同寻常，不过以你的实力，闯过第9层应当不会有太大问题。等闯过了冰塔第9层后，你便可以申请加入血鹰卫。这样啊，进去吧。挑战者，你只需要在我手中坚持半刻钟时间，便可进入下一层。半刻钟吗？开始了。这仅仅只是冰塔第1层，倒是也不难。怎么样？还行吧，闯过第10层。什么？第10层？修罗，我已经闯过冰塔第10层了，达到进入血鹰卫的门槛了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你闯过冰塔第10层后，血鹰卫的人自然会立即知道此事，用不了多久便会有人来找你，询问你是否想要加入血鹰卫。如果你答应的话，他们便会询问你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们会进行核实，如果核实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进入血鹰卫了。这么简单？当然不止那么简单，要加入血鹰卫，第一要求是实力，一般都得具备第4步以上战力，这是基本要求。可除了实力之外，还有另外一大要求，便是你的身份。身份？血鹰卫非常特殊，血鹰卫是专门替皇室完成任务的，而皇室的那些任务很多都会涉及到一些东土大唐内部家族势力之间的争斗，很多事情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如此特殊的部门，对要进入血鹰卫人的身份自然就有了一些限制。先便是那些曾与东土大唐为敌，或者是本身与东土大唐皇室有过矛盾的人，比如来自另外3大国度的强者。其次就是从东土大唐那些氏族当中走出来的，或是跟那些氏族有不浅关系的强者。最后便是那些身份不明，连东土大唐都没法查到的神秘人物。以上这3个条件，不管满足哪一个，都没法进入血鹰卫。也就是说，我想要进入血鹰卫的话，就得向血鹰卫吐露自己的本名吗？雪峰，看你的样子，莫非你满足这其中的条件？实不相瞒，我倒不是来自东土大唐那些氏族的，也并非是3大国度的人。可我曾经与东土大唐的一方势力有着莫大仇怨，要是我的身份泄露出去，让那方大势力知道，恐怕今后会麻烦不断。这样，这一点你倒尽管放心，血鹰卫对每一个成员的身份来历都会绝对保密，只要不会危及到皇室，不管你做了什么，血鹰卫都不会在意，也绝不会告诉给任何一方势力知晓。这样，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自己就曾与东土大唐一方大氏族有不死不休的仇恨。可只要我不去做那些危及皇室的事儿，血鹰卫便会接纳我，且也绝对会替我保密，不会将我的身份透露给那方大势力知晓。
这是血鹰卫从创建开始便一直延续下来的规则，铁一般的规矩，即便是东土大唐皇室现在的掌权者冷帝大人也没法更改。要是这样，我倒是不用担心了。护龙军新兵血风，我刚刚得知你闯过了冰塔第10层，所以我现在来问你，是否打算加入血鹰卫呀？当然愿意了。将你的名字、来历以及一些背景记录在这枚令符上，我带回去交给统领大人亲自审核。如果审核没有问题的话，我会亲自前来接你去血鹰卫的军营。这血鹰卫的保密工作倒是做得不错呀。暂且在这护龙卫军营内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便会有结果了。哼，修罗，原来他便是东岩氏族一直在悬赏追杀的北氏余孽。东岩氏族在东土大唐底蕴极深，动手之时也准备得非常妥当，一举将北氏精锐尽除，所有核心强者和族人几乎一网打尽。可偏偏就这个修罗，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侥幸逃掉了。这些年，东岩氏族可没少为杀死他而花心思，可是一直没能真正杀死他，反而令他在磨练当中不断成长，实力越来越强，到现在都成为拥有第4部战力的最强天神了。而且他还来加入我血鹰卫。剑无双，哼，这小子更牛，他竟然是下族疯了要找到的那位天神。紫荆岛血战台上3剑便重伤夏燕，随后独自离开，而下族则是带着他那2名6部永恒境护卫暗中尾随而去。生在紫荆岛外海域上的这一战，没人看到，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夏燕还有他的2名护卫都死了。都死了？那夏族2公子如此显赫的身份，身上肯定还有着一些奇特的保命之物吧？可是情报上说，那夏燕将保命之物都用了，结果还是死了，而杀他的很有可能便是这剑无双。不过不管是这剑无双还是那修罗，他们的来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与夏族东岩氏族有着莫大的仇怨，但是跟皇室却没有任何关系，这2个人都可以接纳。接纳血风、修罗2人。这是你们2个的身份令牌，这令牌代表着你们血鹰卫的身份。不过若是在外执行任务时，不到必要关头，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明白吗？是。你们2个刚加入血鹰卫，也刚来到这里，血鹰卫内的一些事情我会简单的跟你们叙说一遍。既然你们都来自护龙军，那对血鹰卫想来也听说了不少。血鹰卫是负责做什么的，就不用我多说了。我现在要跟你们叙说的是血鹰卫的一些制度。先，血鹰卫内等级森严，同样是血鹰卫，但也分为1爪、2爪、3爪3个层次。1爪最低，3爪最高，层次越高，在血鹰卫中的地位自然也越高。1爪到3爪。你们2个刚加入血鹰卫，还没开始接受任务，现在自然是最低等的1爪血鹰卫。等今后你们接受足够多的任务，得到充足的战功了，自然就可以升为2爪血鹰卫。另外，血鹰卫同样是护龙军麾下，但待遇跟那些护龙卫却完全不同。血鹰卫是皇室手中的一张王牌，
对皇室的重要性也不是那些普通的护龙卫所能够相比的。所以每一位血鹰卫都可以在皇室得到最好的栽培。别的一些特权什么的我暂且不说，我先跟你们说说，光是进入血鹰卫后能够得到的3重待遇。3重待遇？血鹰卫的3重待遇，第一重是血鹰战甲。战甲？你们先认主，穿上试试。这是一件战甲，竟可以提升攻击威能。看来你们都感受到了，这血鹰战甲之所以说是血鹰卫拥有的3重待遇之一，便是因为这血鹰战甲不仅防御能力极强，最重要的，它对攻击威能还有一定的加成。这血鹰战甲是我东土大唐皇室独有，每一件战甲都以无比巨大的代价将一重特殊禁制融入战甲之内。你施展攻击时，战甲内部的禁制便会催动，对你的攻击威能有明显的提升。当然了，你们2个现在只是1爪血鹰卫，能够得到的也仅仅只是1级战甲。如果今后你们升到2爪或是3爪血鹰卫，得到的2级战甲、3级战甲，那对攻击威能的提升幅度将会更大。据我所知，那3级战甲足以令一个人的攻击威能硬生生的提升1倍有余。1倍有余？这血鹰战甲为血鹰独有，战甲上独有的特殊禁制能让一个人认主，也就是说，外界的人哪怕是杀死了1名血鹰卫，得到一件血鹰战甲，也没法第2次进行认主，到其手中就成了鸡肋。还能这样？好了，这血鹰战甲你们以后慢慢体会。现在我带你们去血鹰卫的宝库，这宝库也是血鹰卫所拥有的第2重待遇。宝库蕴含无尽珍宝，尽管护龙军内同样也有着宝库，但跟血鹰卫的宝库比起来，却完全是2种概念。血鹰卫宝库中的众多宝物都是东土大唐皇室的收藏，拥有的宝物质量，即便在整个万古界里边，能够比得上的也没有几个。你们自己先进去看看吧。阴冰血风，我是这宝库的器灵，这宝库中的宝物应有尽有，你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将满足你所需条件的宝物清单给你。器灵？我想知道这宝库当中的宝物都是用什么兑换的？用神晶吗？可以用神晶兑换，但价值却要高出不少。而正常情况下，宝库当中的宝物都是用积分兑换的，这积分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去获得。你刚进入血鹰堡，还没开始接受任务，所以你现在的积分为0。现在的你只能用神晶兑换宝物。我需要一种可以隐藏自我气息的宝物或是秘术，能让那些实力极强的永恒境乃至道尊都看不出我的具体境界来。能够完美隐匿你自身气息，令道尊强者都没法看出虚实的宝物，一共有5种。这是那5种宝物的清单，上面有他们详细的介绍。好家伙，这5件宝物果然都可以令我完美隐匿气息。这门秘术倒是不错，需要的积分是5件宝物当中最少的，也比较容易掌握。可惜这门秘术顶多也只能瞒过那些最普通的道尊，稍微碰到强一些的，估计又瞒不住了。这件宝物只能瞒过一般的道尊。气息完美转化，连顶尖道尊不仔细查探的话，也看不出虚实吗？1万积分，这么贵？1万积分需要多少神晶啊？在血鹰卫，1万神晶可以兑换1积分，1万积分的话就需要1亿神晶兑换。
1亿？行，1亿神晶，这阴阳镜我要了。如何？还不错。刚刚的宝库便是你们身为血鹰卫所能得到的第2重待遇，而接下来我再给你们介绍第3重，也是这3重待遇当中最吸引人的神海。神海，终于来了吗？修罗，看你的样子，似乎之前听说过神海。我老早便听说过神海，知道这神海就相当于一场造化，任何一位血鹰卫都可以无偿进入神海当中，以此待上1个月的时间。而1个月后从神海当中出来时，不管是谁，实力一般都会有巨大进步，甚至是大突破。大突破？你说的没错，这神海就是一场造化。血鹰卫具备的3重待遇，别看刚刚的宝库内珍宝无数，可实际上这3重待遇里面，神海才是最重要的，价值也是最高的。神海几乎是倾尽整个东土大唐的底蕴，耗费无尽的代价创造出来的。在东土大唐里，能够有资格进入神海当中的人可并不多，而血鹰卫毕竟是皇室手中重要的底牌之一，所以任何一位血鹰卫都有资格去神海当中待上1个月。别小看这1个月，正常情况下，一名血鹰卫去神海当中待1个月所耗费的代价，绝对比很多6部永恒境全部身家要多得多，那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在那1个月里，哪怕是那些天赋一般甚至没什么天赋的血鹰卫，在实力上都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而血鹰卫中一些真正的强者，一些天才，甚至是一些古怪，他们若是去神海当中待上1个月，进步则会更大。像你们2个仅仅天神便能够进入血鹰卫，这般天赋去神海当中待上1个月，肯定会有无法想象的收获。这空间虫洞便链接着神海，我已经跟统领大人传讯了，这空间虫洞马上便会开启，让你们进入。等进去后，你们便好好抓紧这1个月的时间。至于1个月后到底能够进步多少，便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这便是有着莫大造化的神海。如此一座血海，也不知道东土大唐皇室是如何将这神海给弄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对我的实力有巨大帮助就行。这种感觉好舒服呀！不可思议，这神海简直不可思议。1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在进入神海之前，我化为古神，全力催动血风剑威能之下，也仅仅可以跟一般的第6部永恒境强者班们手腕而已。可现在我的实力提升太多了，即便不需要动用血风剑的威能，一般的第6部永恒境我也能够轻松面对乃至击败。若是动用血风剑拼起来，第6部永恒境当中能够在实力上碾压我的也绝不会太多。雪峰，恭喜你。恭喜什么？你不也是一样吗？也是啊。你们2个出来了吗？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我原以为我要突破达到永恒层次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可借助神海的奇特，我一举便突破了，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我提升也很大。这神海你们2人都可以无偿进去1次，但想要再进入第2次就难了。不知想要再进去1次需要什么条件？10万积分，而且只能用积分支付，不能用神经代替。
10万？在血鹰卫内，一般的完成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可以得到1-2千积分，难度大一点可以得到4-5千积分，而10万积分，大多数血鹰卫执行数万年任务都凑不出那么多神经来。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神海的确是奇特万分，但同样也有着一些缺陷。先说第一点，便是代价太大了。一名普通血鹰卫在其中潜修1个月，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消耗太大，所以需要的积分才那般高。此外，神海也只对道尊以下的武者有用，那些实力强劲的道尊，哪怕在神海内潜修个数年乃至数10年，所取得的进步估计也微乎其微。原来是这样。哎，对了，这神海如此神奇，但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啊？创建这神海之人，便是我东土大唐那位神秘的国师大人。不仅仅是这神海，还有你们穿着的血鹰战甲，其实都是那位国师大人弄出来的。